燕燕，一个人不在了，只要还有人记得他，讲他的故事，他就没有真正消失。你弟买房还差80万，王老板的钱我已经收了，你嫁给他，这80万就有了。奶奶，我回来了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燕燕，哭什么哭，真是晦气。林老哥，80万现金一分不少搁这儿了，今天人我必须带回去。王总放心，都是一家人，他会想明白的。王总长得这么帅，有钱，你嫁给他是你3生修来的福气。王老板愿意帮林家渡过难关，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。所以你们所谓的办法就是让我嫁给他，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是你爸，我还能害你吗？林小姐，年轻人有理想是好事，但也要看清现实。我是真心爱着你，嫁给我有什么不好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再闹，我今天就在这砸死你！你们拿我的命换钱，还说这是为了林家。如果林家祖宗瞎了眼，只庇佑你们这帮禽兽败类，那今天这族谱和我都在奶奶灵前化为灰烬吧！小贱货还敢顶嘴，给我把他按住，拖走！先打断腿，免得他们跑。敢欺负林家的女儿，一个都别想跑。呸！200斤肥猪，就这点本事？鬼啊！鬼！老娘比鬼凶！说，哪只手碰了我林家的姑娘？右手。好。妖怪，一定是妖怪！快报警！快报警！放肆！跪！怎么回事？站着面见朕，你们也配？十娘，这几个畜生，你来审。80万，哼，林家的女儿就值80万，钱这种东西，老娘多的能砸死你。我问你，畜生，卖女儿的钱拿着烫头吗？我是他爹，养他这么大，养。他奶奶治病的钱是谁出的？他大学学费是谁挣的？这些年家里的债是谁还的？他母亲被人打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除了会伸手要钱还会干什么？若按军法，卖国者斩，卖亲者亦斩。林燕，一句话，杀还是不杀？爷爷，爸错了，我是你亲爸呀，都是王总逼我们的。放屁！你们俩畜生！明明是你们主动卖女儿。你们到底是谁？终于问了，妾身等这一句可等了几百年。我的好孩子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。从奶奶去世后，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孩子，我们都是你的老祖。你们真的是我的祖宗？准确的说，是从未被男人写进史书的祖宗。不可能，林家祖宗明明都是男人。男人写的族谱，自然只有男人。可真正让林家活下来的，是谁赚钱养家？是谁战乱护族？是谁守住香火？就是因为林家这一代重男轻女，林家才会变得如此落魄。
一边靠着女儿，一边重男轻女，真够不要脸。胡说八道，什么母脉谱都是骗人的。找死！老娘最烦别人蹦自家东西，再动一下，脑浆给你崩出来。80万买林家的血脉，可笑，愚蠢至极。乖孩子，你受苦了，今后我们会助你实现你的所有梦想，你今后的成就不可估量。以后谁敢欺负你，姑奶奶就揍谁。我真的可以吗？相信我们，也相信你自己，你比所有人都值得。擦干净眼泪，从今天起，抬起头做人，背挺直，肩打开，眼睛看着敌人。记住，林家的女儿可以流血，绝不低头。从今日起，朕教你权谋，妾室教你赚钱，老娘教你揍坏蛋。我教你仙法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第一课，谋而后动，先发制人。娘，我是受害者，快救救我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个疯丫头放火，还叫妖怪打人！我的手就是她让人踩断的，把她抓起来！对，都是她叫人干的。纠察同志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说他叫人打你们，人呢？纠察同志，有妖怪，你要相信我啊！那4个妖怪刚刚还这里的。先把矛头引向林家这2个畜生，让他们狗咬狗。我爸和大伯他们要把我卖给王德发换80万，我不同意。他们抓着我的头发强行拖我上车。什么就卖？那是价，那80万不过是彩礼而已。我能不能再打他一顿？再忍片刻，等他把罪证说完。你是他父亲，他说的情况如果属实，你们这种行为就是违背妇女意愿，涉嫌人口买卖了。都是王德发逼我们的，他说不把我女儿给他，就要弄死我们。纯纯的诬陷！明明是你俩打电话求我，说80万就把你女儿给我。姓王的，你别胡说！我胡说，就是你说林燕最听话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她闹2天就老实了。钱还没捂热，先把自己送进去了。等等，这些钱全是假钞。假钞！姓王的，你个王八蛋，敢耍我！王德发，是吧？你的嫌疑不小啊。手机先交过来。是他爸先答应了，聊天记录都在这儿。纠察同志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个对象，自己家的事儿没必要闹这么大。踹坏灵堂的门，砸翻我奶奶的牌位，还抓着我的头发往外拖。我不跟他们走，他们就把我的头撞到柜子上，用碎瓷片割我的手。你身上的伤也是他们造成的。我从来没有答应嫁给他，他们这是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权。纠察同志，救救我！我真的被他们折磨得快活不下去了。都是他们2个畜生干的，我没有参与。你放屁！再说了，我是林燕亲爸，打他2下管教管教，怎么了？好，自己又招了。一群蠢货！证据确凿，你们3个涉嫌多条罪行，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，相关物品全部登记起来带走。燕燕，爸就是一时糊涂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跟纠察说不追究了。滚！我没你这个家人。林燕，你真要把亲爹送进局子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要遭报应的是你，局察同志，请一定要依法查办，我不接受任何私通和解。好，你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工资卡还在家里，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回来拿！你还敢回来？哟，这不是咱们林家的大孝女吗？把亲爹和大伯送进局子，你还有脸进这个家？我回来拿自己的东西，拿来就走。先去局子里把爹和大伯弄出来，他们不回来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他们做了什么，自有专人查办。爹要是出了事儿，你就等着养我一辈子吧。我凭什么养你？你没成年吗？你有手有脚的，不会自己找工作吗？你要造反啊！你是姐姐，姐姐挣钱养弟弟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还给我！
奶奶留下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你一个早晚要嫁出去的女人，凭什么拿走？仔细找找，死老太说不定还藏着金子，正好拿去给你爹和大伯交罚款。滚开！我最后说一次，把奶奶的东西还给我。不给又怎么样？你还敢打我？打得过吗你？找死！燕燕，这种流氓让老娘来！你啊！松手！我是你亲弟弟。以前我让着你，是因为我还把你当弟弟。妈走之前让我要照顾你，但从今天起，你再敢碰我的东西，我就把你的骨头打断，碰一次断一根。你敢打林家的男丁？杀人了！大家快来看看呀！这个不孝女把亲爹和大伯送进局子，现在又回家打弟弟，欺负长辈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啧啧，跟妾身来这套把戏还嫩了点。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他为了抢老太太的遗产，什么都干得出来呀！我就是劝他把爹接回来，他上来就动手，还说要打断我的骨头。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能对自家人动手啊！这可是你亲弟弟。哎呀，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闹到局子里多难看啊！不必解释。你讲道理，他演可怜，人家眼睛都盯着他，谁还有心思听你说话？那怎么办？示敌以弱，先让他以为自己赢了，他才会主动把把柄交出来。伯母，弟弟，各位街坊邻居，我知错了，我不争了。奶奶留下的钱和房子我都不要，我只想带走她的照片，还有我自己的工资卡。这箱子里哪有什么遗产？知错就好，看在咱们家人一场，这次就先原谅你。你先去纠察局替你爹和大伯求情，再老老实实嫁给王德发，人家80万都出了，这婚不能退。好，我答应，我都答应。我的工资卡能不能先还给我？你弟要还房贷，我还要用来还你大伯的赌债，哪能说给你就给你？对，下周我房贷就到期了，你必须照常把钱打进来，1分都不能少。鱼儿咬钩了，差不多准备收尾了。我说句公道话，人家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，拿来给你俩又是还房贷又是还赌债的，不合适吧？就是啊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啊！做人不能这么过分。你弟弟以后要给林家传宗接代，你一个女人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，现在挣的钱不给他给谁？你说这话你还是人吗？我真看不下去了，刚刚还在那儿卖惨，差点把我给骗过去了，虚伪恶心。不给也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挂失工资卡，冻结账户。不行，卡还给你，但下周房贷你必须先替我还了。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字，房贷当然由你自己还。你怎么说话不算话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给你还房贷了？林燕，你快回公司！郝建把你的名字从项目方案上删了，现在正跟所有人说，整套方案都是他独立完成的。家里的无赖刚收拾完，公司里的弃贼又冒出来了。这套方案是我连续熬了3个月做出来的，从市场定位到用户分析，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血。他的心血，老娘现在就让他留点真的。现在揭穿他，最多丢1次脸，让他继续讲。来的正好，把方案打印10份，再给客户准备咖啡。待会儿会议记录也由你负责。郝总，这份方案的署名为什么没有我？你不过是替我整理资料，难道端盘子的人还想在菜单上署名？忍住，猎物刚踩进陷阱，不要急着收网。明白了，我只是负责执行。知道自己的位置就好。郝总，我还有个基础问题，这上面写着30%用户会重复购买，这个结论是从哪组调查得出的？当然是综合市场数据得出的。具体是哪一份数据？我怕待会儿记录错了。不是你哪来这么多问题？别废话，赶紧去打印资料。
郝总，方案里预测我们的产品上线后3个月，复购率可以提升3成，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？林燕，你补充一下。郝总，我知道你想给我机会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只是个负责整理资料的执行人员，这么重要的问题，我真的没办法回答，还是让郝总您亲自来吧。拿走了招牌，却连店里卖什么都不知道。3成复购率是根据我们的行业经验综合判断的。什么行业经验？样本有多少？调查了哪些人？这个具体数字还需要再核对。连最核心的数据来源都说不清楚，这份方案真是你独立完成的吗？当然是我做的，只是底层数据太多，我没必要全记在脑子里。这样啊，后天上午集团高层会参加正式汇报，希望到时候郝总能够解释清楚。你刚才为什么不替我回答？郝总说了，方案是你独立完成的，我一个执行人员怎么能抢你的风头？少跟我装傻！后天上午高层会议上，只要有人提问，你必须替我回答。那别人问起我为什么这么了解方案，我该怎么说？就说所有思路都是我给你的，你只负责把我的想法写出来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郝氏集团董事长。你要是敢在会上乱说一个字，我不但让你滚出公司，还能让整个行业都没人敢要你。我明白了。很好，站得越高，摔下来才越疼。停，这笔费用怎么了？同样数量的物料，市价最多30万，他却报了86万。再看看其他的。不是失误，是故意为之。是他。看来这位郝总偷的不只是你的方案。这2个人之间一定还有别的非法交易，正好一网打尽。林燕，来了啊，来我办公室。郝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昨天我看你很不老实啊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这玩意儿签了，签完以后，明天在高层会议上老实回答问题，别说不该说的话。偷了东西还逼人画押认呆，老娘忍不了了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签。真签？他既然想独占功劳，就让他把所有责任也一并认下。郝总，既然项目全部由您负责，那预算审批和供应商选择也应该算您的决定吧？当然，没有我点头，你能联系到这些供应商？可文件里没写清楚，明天高层要是问到预算，我怕自己又说错话。现在够清楚了吧？签。郝总，方案大部分工作确实是我完成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做的再多又有什么用？功劳给谁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？谁让我爸是郝氏集团董事长呢？扫描上传到项目部系统，以后谁问你都只是执行人员。明天开会的时候给我老实点。终于来了。林燕，立刻过来，快！我给你开权限，你马上去把供应商资料重新整理一遍。怎么整理？盛发传媒86万的合同，拆成策划、制作和渠道3笔费用，还有最早那份28万的市场报价，直接删掉。郝总，这么擅自篡改机密文件是违法的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我爸是郝氏集团董事长，我说没事就没事，赶紧按照要求去做。可系统里还有另外2家的报价单，高层要是比较，会发现盛发的价格高了3倍。那就一起删，只保留盛发的最终报价。付款审批记录怎么办？金额改不了，就把时间和项目名称换掉，拆到其他项目里。
这样修改账目，万一高层发现……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他们就发现不了。记住了，在这个公司，我就是王法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听懂了吗？我明白了。这个傻女人，只要她改了这些文件，到时候上面查起来，我就把一切脏水都泼给她，到时候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都处理好了？都按照您的要求处理好了。谅你也不敢不听我的。郝总，高层会议马上开始。让他们好好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商业策划。账没平，证据倒是全了。郝建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保证，项目上线后3个月，销量至少可以提升30%。方向不错，用户分析也很细。为了这份方案，我连续熬了3个月，底下的人只能整理资料，真正决定项目成败的还是负责人的眼光。郝总，我有个问题，数据显示18到24岁的用户最活跃，你为什么反而把25到35岁的职场女性定为核心用户？因为职场女性的消费能力更强，单看数据，她们的活跃度更低。你准备用什么办法让她们持续购买，而不是只买一次？这个问题涉及底层数据，具体部分由执行人员整理。林燕，进来。按照我之前教你的回答，记住，你只是补充数据。你是项目执行人员？是，目前文件上是这样写的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将职场女性定为核心用户？年轻用户虽然活跃，但消费不稳定。25到35岁的职场女性购买频率较低，平均消费金额却是前者的2倍。如果第一阶段销量不及预期，怎么控制损失？首批产品只生产总需求量的30%，根据预售数据追加订单，即使销量低于预期，也不会产生大量库存。思路很清楚。这个项目你参与了多久？从立项第1天开始。这些回答都是我提前教他的，他只是把我的思路整理成数据而已。是吗？这些记录可以伪造，不能证明什么。大家不要被他骗了。市场调查是我做的，用户模型是我建的，147次修改也全部来自我的电脑。既然郝总后遗称整套方案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，为什么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组数据全部出自我的电脑？郝建，你到底有没有参与过这个项目？他在撒谎。林燕不仅偷走我的方案，还私自篡改集团机密合同。供应商账目里多出的几10万元，就是他动的手脚。篡改合同？对，他故意拆分项目款，就是想把集团资产转进自己联系的公司。去查他的电脑，里面有操作记录。林燕，你为了私吞公司资产，竟然恶人先告状，你完了！终于把最后一条罪名也送到自己头上，燕儿准备收网。是，改过的合同就在他电脑里，查一下就知道到底是谁在撒谎。林燕，把电脑交出来。让他查，他亲手挖出的坑，埋自己才最合适。可以，但不能只查我的电脑，集团系统的上传记录、原始归档和权限记录全部都要查。还想拖延时间？电脑里的证据可不会陪你演戏。叫技术部门过来，现在就查。看见没有？合同就是他改的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请继续查，看看这份文件有没有提交过。这份修改版只存在于林燕的电脑里，从未上传，也没有覆盖集团系统的正式合同。那是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提交，不能证明他没想这么干。那就再查一下，
这份副本是什么时候建立的？我的修改权限又是谁开的？是你给他开的权限？我是项目负责人，给下属开权限很正常。第一笔账他认了，这是郝总昨天逼我签的工作确认书。项目创意决策和最终方案均由负责人郝建独立完成，项目预算、供应商选择及全部执行决策也由郝建审核确定。既然供应商和预算全部由你决定，为什么现在又成了林燕操控决定？这份文件是他故意诱导我签的，我也记不清了。郝总记不清了，我可以帮你回忆。盛发传媒86万的合同，拆成策划、制作和渠道3笔费用，最早那份28万的市场报价直接删掉。这是假的，你用 AI 生成的。另外2家怎么这样修改账目？万一高层发现……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他们就发现不了。记住了，在这个公司，我就是王法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听懂了吗？录音可以剪，可以伪造，他故意害我。这是手机直接录下的原始录音，不是 AI 生成的，也没有剪辑记录。录音时间也和郝总开启权限的时间完全吻合。第二笔账也认了。混账！立刻暂停郝建的一切系统权限，封存他的办公电脑和项目资料。你们不能听我的旨，我爸是集团董事长。郝董事长，爸，林燕联合他们陷害我。方案是谁做的？账是谁改的？一件一件，给我查清楚。燕燕，谨慎应对，此人不简单。爸，这女人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，这些证据都是她故意准备的。方案到底是谁做的？服务器邮件、文件创建记录和电脑操作日注都显示，方案由林燕创建，并持续修改了3个月。郝总此前没有参与任何版本修改，刚才所有核心问题也只有林燕能够回答。这个项目的真正负责人是谁，已经很清楚。我是他上司，他做的东西本来就属于项目组，属于项目组不等于属于你个人。够了，恢复林燕的项目署名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项目由他直接负责。仅仅恢复署名还不够，你还想得寸进尺？我的名字被删除，成果被冒领，奖金和绩效也全部算在郝建头上。集团既然确认方案是我完成的，就应该发出书面说明，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还给我。赏赐是别人给的，权利必须自己拿回来。这个要求很合理。后续项目我们也只认林燕作为负责人，原定的项目奖金、绩效奖励和负责人分成都应该重新核算，按规定处理，1分都不能少。郝建暂停一切职务，交出工牌和办公设备，接受集团调查。爸，我是你亲儿子。请交出工牌。你们会后悔的。站住！相关证据一共有几份？有没有离开集团系统？他进来以后，先问证据去了哪里。经验老号啊，这老狐狸不是来主持公道，别被骗了。原始合同、录音和操作记录都有独立备份。这是集团内部问题，材料全部交给调查组，不要继续向外扩散。冒领方案是内部问题，但虚高合同、篡改账目和资金去向不一定只是内部问题。如果集团查不清楚，我会把证据交给纠察局。集团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还有其他证据吗？完整的供应商报价、付款记录和录音都在这里，资料比较多，我今晚整理完，明早亲自送去纠察局。鱼儿看见饵了，真正的证据已经备份了3份，他就算抢走这个，也什么都得不到。小心了，燕燕，他若只是蠢，便会来抢；若又蠢又恶，便会想让你永远闭嘴。郝总，董事长让你去办公室。
盛发传媒3份合同，多报了100多万，钱去哪儿了？钱都在王德发公司账上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再问一次，钱最后去了哪儿？王德发给一家咨询公司打过几笔服务费，我只是从里面拿了一小部分。一小部分？爸，你帮帮我，只要把他手里的证据拿回来，我还有机会。你的系统权限已经被锁，集团内的任何资料都不准再碰。那我怎么办？集团外留下的麻烦，你自己解决。您的意思是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明天早上9点前，我要看到结果。林燕一旦走进纠察局，集团会立刻宣布，所有事情都是你和王德发的个人行为。爸，你认真的？我可咱家的独苗啊！正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我才给你这一夜。你给我惹的这些麻烦，换成别人，哼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还敢来见我？我刚动用关系从纠察局出来，就被我叫进去了。你那边怎么搞的？林燕手里还有完整证据，明早就要送去纠察局。他怎么会有付款记录？你问我？3份合同都是从你公司走的账，合同是你批的，多出来的钱也是你让我转去空壳公司的。你最好小声点，真要查下去，我最多是收回柜。你公司那些假报价可全是白纸黑字，还有逼婚的80万呢。那件事是谁先起的头，你心里清楚。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查到了谁也跑不了。你想怎么办？他把证据放在一个黑色存储器里，随身带着，找人把东西抢回来。东西要拿回来，人也不能活着走进纠察局。你疯了！我现在还在接受调查。林燕一旦开口，我们2个一起进去。你要是不做，我现在把所有转账记录交出去，告诉他们都是你逼我审批的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。人你来找，钱我来出。老母，我想吃猪肉了。拿东西还是处理人？东西带回来，别让他见到明天的太阳。不能留下活口。兄弟们，干活！真账都送出去了，还留这个假东西做什么？以防万一。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郝建篡改资料虚报项目，只要查不到钱最后进了谁的口袋，他随时可以把责任推给王德发。所以你故意告诉他，最重要的证据还在自己手里，这一招诱敌之计使得不错。他若只是来抢，我就抓住抢证据的；他若想杀我灭口，就一定会留下新的指令和资金记录。我去，老娘真没想到，燕燕你还是个智将啊！咱们家燕燕本来就很聪明。洪波，到我们出马了，先找到幕后主使，再动手。人已到，燕燕见小心。车内至少有5人，5个还不够我热身。这地儿不错啊，很适合埋这帮畜生。别下手太重，这些人还有用。还有，现在附身时间最长只有5分钟。知道了，大将军操心的就是多的。实时位置记录已开启，20分钟未取消，将自动发送求助信息及录音。人齐了，局也成了。林小姐，把包交出来。谁让你们来的？密码？我不知道。先别动手。这人收了买命钱，
却不想真被人命，交给我。别打我，我给，我什么都给。刚才不是挺硬气吗？我刚才以为你们只是吓唬我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密码在我手机里，备份放在哪里，我也可以告诉你们。只要你们拿了东西放我走，我保证什么都不说。莫哥，别听他废话，雇主说了，不能留活口。闭嘴！那是你女儿吧？不关你的事。你也有女儿，就应该知道，一个女儿死在外面，她爸爸会有多难受。你们拿钱办事，拿走证据就够了。我要是真死了，雇你的人可以继续当老板，你却要替他背一条人命。怎么这么久？东西拿到了没有？拿到了，他愿意交密码。很好，人呢？人处理了没有？说话！我问你人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条人命你不想背也得背，否则……王八蛋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女儿每天晚上都走这条路，对吧？你敢碰她，我跟你拼命！别急呀，不想你女儿出事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记住了，你女儿还有林燕，只能活一个。你现在杀了我，他以后一样可以拿你女儿威胁你。动手！能套的都套出来了，该我了。怎么可能？就这点力气，还学人杀人？滚！一起上！不是要灭口吗？躲什么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拦住他！我把东西……放开我！跑得了吗？他刚才说要把东西送回老地方，那里绝对藏着王德发和郝建之间真正的交易证据。现在把老莫交给纠察，王德发他们马上就会销毁证据，怎么办？附身时间到了，你这副身子太弱了，再强行附身一次，经脉和骨头都撑不住。他力竭了，上！你是什么人？嫣儿，接下来交给我。无言姐姐，你在做什么？先前太过仓促，没时间跟你说。燃烧一张残液，可以让我等凝聚真身半个时辰。燃烧之后，残液还能恢复吗？不能，残液烧尽，我的魂力也会随之消散一部分。不行，这个代价太大了。今日放走他们，明日还会有更多人来杀你。用一张残液换出他们背后的主使，值得。燕燕，我有一借魂之术，可以搜人记忆并附身在人身上，但只能用在已经失去意识的人身上。打晕他，我便可搜他记忆，附他身体，找到王德发。装神弄鬼，一起上！再动一步，后果自负。无言姐姐，你那一夜烧得越来越快了。借魂令。
找到了，城西12号废弃仓库，时间不多了，必须马上附身。无言姐姐，无需担心，我只是暂时附到他身上，但只有半个时辰，时间一到，我会被强行取出。无言姐姐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就借个破身体，怎么耗掉这么多魂力？只要拿到郝建和王德发的罪证，这一夜就没有白烧。无言姐姐，等一下。随身带着衣物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时间快到了，证据一旦发出，王德发收到动静就会立刻逃跑。半个时辰内若能拿到罪证，便主动发送；若你们没有回来，他也会替你们报出位置。足够了。宫廷玉液酒，老莫记忆里没有这个。啥？这家伙不看春晚吗？无言姐姐，下一句是180一杯。180一杯。老莫，开门！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留下收尾。人处理好了。照片呢？这能证明什么？我让你拍他死了的照片。你只给了10分钟，还拿我女儿威胁我。我先把东西送回来，现场有其他让人处理。你最好别骗我，不然，哼，我女儿呢？等我确认林燕死了，她自然安全。密码呢？他临死前交代了，我拿到尾款就把密码给你。钱不急，真正出钱的人还没来，你先在这里等着，等他亲自确认任务完成，再结尾款。侧面的人每次走到拐角都会停下来抽烟，前门的人则会进去查看监控。就是现在。人已经处理了，东西也拿到了，你带着剩下的钱过来。我把钱转给你，我不会去仓库。人是你要除掉的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想让我一个人背？我只收现金，你马上带钱过来。王德发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你要是不来，我就把账本和聊天记录一起送去纠察局，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先进去。想让我替他顶罪，没那么容易。德发，开门！终于来了。林燕真的死了，东西在这里，人也处理了。为什么没有拍到她死后的样子？人是我找的，东西也拿回来了，什么脏活都让老子干。你要是不信，自己回垃圾场找去。剩下的钱都在这里，但是你必须把保存的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全删了。钱还没结清，就想拿走我的保命符？王德发，先前让你销毁账本，你居然一直留着！我要是不留，今天这黑锅就全扣在我头上了。盛发传媒负责报告价格，可每一份合同都是你亲自审批的。公司是你的，报价也是你做的。那这些钱呢？鼎盛咨询的老板是你司机赵强，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，还用我说吗？郝氏集团每次把项目款打给盛发传媒，3天之内都会有30%左右流入鼎盛咨询，摊掉的钱。如果不是林燕多管闲事，这些账根本不会被查出来。我看上林燕，你怕她查账，你让我拿80万找他爸和大伯逼婚，
咱们各取所需。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？谁知道他会在灵堂里召出4个妖怪，还害我进了纠察局。妖怪，是你自己没本事，连一个女人都控制不住，还扯到什么妖怪身上？你有本事，你偷他的方案，逼他修改合同，还不是被他当众揭穿？闭嘴！栽赃失败是你让我找人灭口，现在咋的？还想把我摘出来？逼婚、偷工、贪钱、杀人，全是这2个畜生做的，让我出去宰了他们！再忍片刻，让他们把最后一笔账也认下。想要账本可以，再加3000万。王德发，你别得寸进尺，钱到账，账本归你，否则咱们一起完蛋。你们2个商量好了没有？我带着人冒险替你们办事，现在人处理了，证据也拿回来了，尾款却还要推来推去。之前定的钱1分都不会少，是这王八蛋狮子大开口要3000万，3000万又怎么了？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一条人命，还有你那些罪证，你以为花钱就能买得来吗？尾款不到账，密码和袭击视频的原件，我一个都不会交。听见没有？赶紧打钱吧！只差这最后的转账记录了。钱转过去以后，所有东西必须交出来，先付钱。到账3000万元。现在咱们两清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无言姐姐，快回来！你从刚才开始就不对劲儿，到底怎么了？老莫，王总，我怎么会在仓库？我不是刚带人去赌灵验吗？戒魂令已经失效，瞒不下去了。证据已经送到了，也没必要再躲了。林燕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你不是已经……你看我干什么？人是老莫处理的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早就串通好了。你放屁！他根本没死，老莫却说他死了，不是你们3个做局，还能是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见你这个贱人，真会演啊！你疯了！老莫拿的是你的钱，账本现在也在你手里。你们想让我一个人顶下所有罪名？2位老总好演技啊！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你们刚才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笔转账，我都已经录下来。喂，是纠察吗？我要报警！王德发把我骗到废弃仓库，敲诈我3000万，还买凶杀人！你才敲诈！纠察同志，别听他胡说，林燕是他让我找人杀的，3000万买命钱也是他刚转的。你这是纯粹的诬陷！纠察同志，王德发之前还有案底，别相信他，他现在就在城西12号废弃仓库，快来抓他！我要举报郝建买凶杀人，老莫和林燕都是他的人，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我。老莫明明是你找的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莫哥，咱们现在帮谁？买凶的人抢着报警，做假账的人抢着自首，真是活久见。别抢了，证据已经交给纠察局，他们马上就到。林燕，都是你害的！老莫，王德发拿你女儿威胁你的录音，我也交给纠察了。你参与袭击确实有错，但我可以替你作证，证明你最后是被他们逼着动手。我女儿呢？她受到威胁的照片和位置已经一起发出去了，纠察会第一时间找到她，保护她。林燕活着，你女儿就别想平安回家。老莫，你别听他挑拨，我只是吓唬你而已，咱们是好兄弟啊，对不对？拿我女儿的命吓唬我，有这样当兄弟的？放开我，钱都是我出的。那就更不能放你了，放了你我怎么办？王德发连我女儿都敢威胁，事情结束以后，他会放过你们吗？呀！
放开我，我可以给你们钱。全部许动，放下手里的东西。他在删转账记录。假的，这些账都是假的，是郝建逼我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放纠察同志，是我先报的警，我是受害者啊！录音、账本、聊天记录和转账页面，我都已经同步备份了。即使他们把手机和账本全部毁掉，证据也不会消失。封存现场所有手机、电脑、现金和账目，涉案人员分开带走。不用问别人了，我是王德发找的，钱是郝建出的，我带人去堵的林燕。他胡说，他想减轻自己的责任。我做过什么，我自己认。这些年，我替王德发处理过不少见不得光的事，几个藏东西的地方、收钱的账户，还有其他参与的人，我都可以交代。老莫，你敢出卖我？你拿我女儿的命逼我，还指望我替你闭嘴？全部记录下来，分开带走。等一下，我想跟林燕说2句话。你想说什么？王德发说的没错，我手里早就沾过人命。我以前总觉得替他办事能挣钱，能让我女儿过好日子。等我想回头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你被威胁的事情我会如实作证，但你以前做过的事也要自己承担。我知道，我没想逃。我女儿什么都不知道，她母亲死得早，这些年只有我照顾她。城南槐树巷7号院，那是我提前准备的藏身处。她要是发现有人跟踪，就会躲到那里。王德发的人知道吗？只有我们父女知道。等我进去以后，能不能帮我看看他，别让王德发剩下的人找到他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先确保他的安全，不让他因为你们的事情受到伤害。谢谢你。我要打电话，我有权联系家里人。接啊，爸，你快接啊！爸，救我！他们要把我带去救生区！爸，你听见了吗？我是郝建啊！爸，你说句话呀！只要集团出面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。我给过你时间和机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做的一切都与郝氏集团无关。开始吧。买凶的事情一旦传出去，集团所有项目都会受到影响。郝建毕竟是您的儿子，外界一定会认为集团在包庇他。所以集团绝不包庇，解除郝建的一切职务，取消所有项目权限，停止他在集团内的全部待遇。那纠察局那边，把内部查到的合同、账号和审批记录全部提交。全部提交？虚高合同、收取回扣和买凶灭手，都是郝建与王德发的个人行为，集团也是受害者。郝氏集团绝不包庇任何违规人员，即日起解除郝建全部职务，并主动配合纠察调查。这是郝氏集团主动提交的内部调查材料，你自己看看。我爸一定查清楚了，这些材料可以证明我没问题。不可能，我爸不会这么对我。这些材料补齐了空壳公司的控制关系和部分资金流向，如果还有其他集团高层参与，现在再可以交代。这些空壳公司根本不只是我，不只是什么？没有，都是我个人做的。林燕目前提交的证据只涉及郝建、王德发、盛发传媒和鼎盛咨询。他有没有查看集团其他项目？没有，他接触的历史资料也只限于郝建负责的几个项目。需要处理他吗？现在动他，只会让所有人为集团心虚。他有能力，也知道怎么留下证据，这样的人放在外面才会。您的意思是把他留在集团，
恢复他的待遇，再给他一个部门负责人的位置。他会答应吗？职位、赔偿、项目资源，再加一点股权，一个被压了这么多年的底层员工很难拒绝。协议里加上保密条款，他手里的全部证据必须交回集团。明白。也不准继续追查过去的项目。林小姐，郝董事长想跟你单独谈谈。这老狐狸好生狠辣。这份协议还算公道，里面的条件我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。郝董事长很欣赏你的能力，只要签字，晋升通知马上就能发布。这么重要的协议，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而且这几天遇到太多事，周末我想缓一缓，周一我会给您答复。可以，我会替你转达，但还是希望您能把握机会，外面可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。城南槐树巷7号院，先去找老莫的女儿。有人吗？不会是王德发的人先找过来了吧？你认识我爸爸吗？认识，是他让我来找你的。他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姐姐，我爸爸是不是被纠察抓走了？你爸爸做错了一些事，现在必须接受调查。我知道的，爸爸在外面做的不是好事。他告诉过你？他不说，可是他每次出去都不让我问，回来以后还会一个人做到天亮。爸爸说过，他挣的钱不干净，让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。老莫这个混蛋，自己犯错，倒让孩子替他受苦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已经开始计算自己还能吃多少天了。你收拾东西做什么？爸爸回不来了，姐姐，你是来送我去孤儿院的吧？我会自己穿衣服，也会洗碗，我吃的很少，不会给别人添麻烦。真要把他一个人送过去？带一个孩子回家，不是管他一顿饭，也不是救他一个晚上。他今后读书、生病、长大，每一天都是你的责任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不用收拾这么急。如果你愿意，先跟我回家。你不送我去孤儿院吗？可是我爸爸是坏人，我会拖累姐姐你的。不送，你爸爸做错的事由他自己承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有人能告诉我，我不用靠讨好别人才能有一个家。我不能一边告诉这个孩子要做个好人，一边为了职位替郝氏集团隐瞒真相。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周一，我离开郝氏集团，我要自己开公司。考虑的怎么样？已经考虑清楚了。新部门由你全权负责，薪资是原来的5倍，集团还会给你项目资源和少量股权。一个底层策划能直接成为部门负责人，这种机会不是谁都有。签吧，过去的事情，集团可以既往不咎。过去的事情不是集团原谅我，是集团应该向我道歉。你要辞职？对。你知道自己拒绝了什么吗？被拖欠的奖金、项目分成和侵权赔偿本来就是我应得的。部门负责人额外股权和资源，把这些东西给我是想控制我，对吧？应得的钱我会拿，附带控制的利益我一分不要。林燕，离开郝氏集团，我保证没有一个公司会要你。没有公司要我，我就自己开公司。这个行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供应商、渠道、投资人
哪一个不认识好事集团？你会回来求我的？不会，死也不会。不知天高地厚。林燕姐姐，你现在是老板了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只为自己工作。项目奖金和分成看着不少，扣掉房租、设备打样和首批生产，最多只够撑几个月。先做小批量产品，根据订单追加，不压太多库存。知道控制成本，没白教。艳华不能只卖4个古人的故事。您是说，要让现代女性从她们身上看见自己的处境和选择？对，这才是品牌能够长久的根基。这是什么？老娘纵横七海，画得像个等人来救的大小姐。颜色要狠，眼神要亮，让人一看就知道，她不需要谁来救。我的故事不必只写征战，还要写什么？写那些随我守城运粮救人的女子，她们立过功，却没有一个名字被记下来。林燕注册了自己的公司，品牌叫艳华。她已经联系了供应商，准备生产第一批国风文创产品。有点意思。需要怎么处理？通知所有与好事集团合作的供应商、渠道和投资方，谁敢跟艳华合作，以后就不要再接好事订单。这样会不会太明显？明显一点，才能立威。您好，我是林燕。林总，对不起，之前谈好的合作我们不能继续了。是价格还是方案出了问题？都不是。好事集团刚刚通知我们，如果替艳华生产，以后的长期订单全部取消，我们得罪不起好事，实在抱歉。想封杀艳华，那就来看看他能不能封死所有的路。艳华，抱歉，我们近期没有产能。价格不是问题，但我们不能接好事集团明确反对的项目。房租、设备和前期设计已经花出去不少，产品再做不出来，艳华最多只能撑2个月。郝庭山想让我在第一件商品生产出来之前，就把钱全部耗光。这是什么？我攒下来的钱。姐姐，你不是没钱做东西了吗？这些都给你。碎碎。这些钱是留给你吃饭、坐车和上学的，不能拿来开公司。我可以少花一点。不可以。照顾你是我的责任，让艳华活下来也是我的责任，都不用你拿自己的生活费来承担。那我能帮你做点别的吗？好好读书，按时长大，就是在帮我。这么懂事的孩子，老娘看着心里堵得慌。不如试试先赚小钱。您是指？你找的都是年值上千万的大工厂，他们依靠好事集团的订单，自然不敢得罪郝庭山。郝庭山能堵住几家大厂，却堵不住全城每一台缝纫机。你就是林老板？是我。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郝老板不让其他厂给你生产，你才找到我们吧？是。我们设备旧，产量也不高，大厂不敢接的项目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敢？第一批只试产100套，不需要你们承担大量库存。100套我们能做，但是小作坊没有钱替你垫材料。需要多少预付款？价格不低，但材料、人工和损耗都算得清楚，没有故意来价。材料费必须先付，货卖不卖得出去是你的风险，不能让这些女工跟着承担。这笔钱付出去，剩下的资金只够维持公司基本开销。艳华连第一件产品都没有，就永远只能是一块门牌。好，林老板爽快，100套试产，我们接了。
看看吧。这个好，总算把老娘画出几分气势了。名字也没有写错，燕华终于有第一件产品。100套样品做出来了，但你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扩大生产，更没有钱让别人知道它们已经存在。钱全部压在产品上了，现在就算东西再好，也没人知道。要不把礼盒搬到街上，老娘替你吆喝。100套可以这样卖，以后的1000套、10000套怎么办？燕燕姐姐，我回来了。作业多不多？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，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，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。老师说可以写一个自己觉得像妈妈的人，我能写你吗？碎碎为什么想写我呀？你给我做饭，送我上学，晚上还会给我盖被子。爸爸不在以后，是你给了我一个家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奶奶，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妈妈？妈妈她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。燕燕一个人不在了，只要还有人记得她，讲她的故事，她就没有真正消失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，如果奶奶不讲，妈妈留给我的就只剩一个模糊的名字。燕华要卖的不只是几个徽章和礼盒，真正让人记住他们的是故事。明珠女帝的七海之主是主红窟的故事，反抗与自由；江南首富石妮的故事，自强求富。守城的不只有将军，运粮、救人、埋葬死者的女子，同样没有留下性命。燕燕姐姐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他们的故事，不在故事里的故事。发出去那么久了，才10个点赞。好故事也需要时间让人看见，第一次做，慢一点不丢人，至少证明不花钱真的很难得到流量。我的奶奶不识字，却靠摆摊养大5个孩子，但这个家没有他们的早就散了。我外婆叫周兰，她在战乱中养活了全家。我妈妈叫陈秀英，她辞掉工作照顾了爷爷奶奶20年。我奶奶没有上过学，但家里3个大学生都是她供出来的。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。原来被忘记的不止我们4个。叮咚，您已收到新订单，请及时交货。想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可我们剩下的钱根本不够追加生产。既然缺的是生产货物的钱，那就先预售，信生产，让顾客先付钱，先收定金，再按订单备料。记住，定金不是赚来的银子，每一笔都必须用在顾客的货上。现有的100套已经做好了，下一批就算我们加班，最多也只能再接100套。也就是说，首批最多保证200套按时交付。对，再多我不敢向你保证时间。外面那么多人等着，为什么只卖200套？多卖些，银子不就全来了？货做不出来，收再多钱也是骗人。一时的销量换不来长久的信任，你做得对。已支付订单1。怎么才1个？方才不是有那么多人嚷着要买吗？嘴上说喜欢，不代表愿意掏银子。再等等。已支付订单7。林燕姐姐，已经有7个人喜欢咱们的东西了。你说的对，7个人也比1个人都没有强。我的外婆17岁离开家乡学手艺，一辈子没向谁低过头。红姑让我想起了她。我妈妈就叫明珠，她替全家做了一辈子的主，却从没替自己活过。我奶奶管了30年的账，养活一家人，所有人却都说她没工作。无言让我想起做了一辈子护工的母亲，她也守护了很多人。我要买4组礼盒，把外婆的名字写进那本字里。已支付订单136。涨了，又涨了。197、198、
8,199。首期预售200套，已售罄。怎么刚点进去就没了？什么时候补货？可以先排队吗？不想错过下一批。预约不扣款，只记录真实购买意愿。等我们确定新的产能，再通他们付款。不借热度失信，也不让真正想要的人无处可寻，很好。林燕姐姐，电脑是不是坏了？刚才明明才几百。首轮付费预售200套，已售罄，排队预约2917套。以后更多了。首批定金足够支付材料和人工，燕华不用再低头求人借钱了。好庭山封得住那些大供应商，还能封住天下人的嘴不成？他不肯给燕华一条路，那我们就让消费者自己选出一条路。银子的问题解决了，现在轮到货的问题了。林老板，200套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，3000多套，就算所有人不睡觉，也不可能按时做完。不要让工人通宵，首批200套照原计划生产，剩下的我来想办法。找不到新的生产方法，这些预约根本不能转成订单。一支军队需要10万件铠甲，难道也要交给一个铁匠铺来做？你的意思是把订单分出去？不只是分订单，还要拆工序，让不同工坊只负责自己最擅长的一步，统一材料，统一样品，统一时间，最后集中验收。做个礼盒也能用上你行军打仗的办法，数万人的军粮和兵器都能按时送到，3000个盒子算什么？你先休息，我只是不能再附身，排兵调度的本事还没忘。我们印故事卡，但礼盒组装真做不了。你们只负责印刷，纸张、尺寸和颜色标准由燕华统一提供。加急赶300套，工钱可不能还按平时算。加急费另外结算，按时完成验收，我当天付清，不压账期。你不跟我们压价？赶工不是白干，每一针都有成本。这样一来，每套礼盒的利润至少少30%，少赚一点，燕华还能继续做。要是为了利润压榨作坊，我们和好事集团还有什么区别？这笔账算得对。每一批材料都要编号，每一道工序都要有人负责，可以分工，不能分掉责任。对，所有工坊使用同一份标准样品，每完成一道工序，拍照上传，燕华统一验收。我是林燕，承蒙大家厚爱，我们收到了大量订单，但我们刚起步，产能确实不足。我们承诺首批200套会按照承诺时间发出，剩余3000多份预约，我们将根据实际产能分批开放付款。如果生产延期，已经付款的用户可以无条件退款。敢把真实产能说出来，就值得等。不催，慢一点也要把品质做好。我给外婆买的生日礼物可以等，至少燕华没有收完钱就装死。我就说，大家舍不得退。消费者留下不是因为舍不得，而是因为林燕没有骗他们。印刷作坊的故事卡晚了半天，我们这边200套礼盒全停住了。行军最近一处受阻，全线停步，让他们先装内托徽章和记录册，故事卡最后补入。不要停工，先完成内托徽章和记录册的组装，故事卡到达后再统一封盒。明白。首批200套已全部发出。这回不只是徽章，连话本里都有我了。现在外面有人自称10娘型掌柜，还专门叫人管账。林总，之前取消合作都是误会，我们愿意马上恢复供应，价格还可以再优惠。你们突然毁约造成的损失准备怎么处理？咱们以后长期合作，这点小事就别计较了吧。毁约责任不是小事，先按照合同赔偿损失，再谈新的合作。解决好之前的问题，再联系我。燕华快倒时，他们躲得比谁都远，现在有利可图，又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燕华最难的时候，
是那些小工坊帮我们把货做出来的。现在这么多大供应商找你，你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？只要品质不变，燕华今后的订单优先交给你们。燕华第一条长期供应链正式建立。你看，这位十娘奶奶是江南第一妇，她可厉害了，把生意做得遍布天下。从前立下再多功劳，也只配留下一个林氏。没想到几百年后，我们的名字会被这么多人看见。谁稀罕那些男人写的破族谱？现在外面的人全都知道我叫红姑。林燕姐姐，以后我的名字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吗？当然会。可我又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名字不是做了大事才能拥有的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写下自己名字的权利。以后你做过的事、画过的画、写过的故事，都可以留下“岁岁”2个字。燕华，收受亲